华为 P60 Pro、vivo X90 Pro Plus。那如果现在问什么手机的影像能力比较厉害，我估计还会有很多人想到华为。那确实啊，它对手机影像的发展贡献非常多。而 vivo 这2年呢，在这方面的发展也是比较给力的，在很多人心中呢，认为它的影像实力非常的顶级。那今天呢，就来看看这2个品牌的旗舰对比到底怎么样。那正式对比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2台手机所拍摄的，但是注意啊，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才行。那剩下的环节就都是测试环节了。欢迎收看 ZPA 日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坚持下去非常有帮助。那下面呢，就来看看这2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那 P60 Pro 跟 X90 Pro Plus 的后摄配置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了吧？那这里就再提醒一下啊，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在拍摄界面中提醒一下，华为 P60 Pro 虽然说有一个10倍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它没有10倍的光学镜头，它是3.5倍的数码变焦。同样的 vivo X90 Pro Plus 上面也有一个10倍的焦段切换按钮，它也没有10倍光学镜头，它也是3.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。那下面呢，咱们就开始从主摄来对比这2台手机。从参数上看 ，vivo 的感光器尺寸更大，华为有一个可变的物理光圈，还有呢，这次华为的主摄呢还是会裁一圈画面啊，导致它拍出来的画面呢视角会比 vivo 窄一圈。上期节目已经介绍了 P60 Pro 主摄在不同光圈下的成像表现了，而且呢，它在大光圈下的成像画质呢也比 P50 Pro 要更好一些。那下面就用默认设置跟 vivo X90 Pro Plus 的主摄进行对比了。偏色还有颜色方面，只要我能忍，我就不提了啊，大家自己看。我们这里呢更看重光学表现和细节呈现。那在第一组主摄的对比中呢，两边的解析力都还不错啊，华为那边的锐化更重。镜组光学素质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，由于华为都裁了一圈画面了，所以这个环节呢也就没什么好比的了。那再看第2个场景，偏色肯定是存在的。那么你们更喜欢哪边拍出来的色彩呢？它们俩跟真实环境都不接近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跟上一组一样，华为的锐化更重。下面就是高清模式的对比了，两台主摄都是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。那 vivo 那边的颜色呢，比默认模式更偏啊，更暖一些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华为的表现跟上次一样糟糕啊，在解析力方面是不敌 vivo 的。但是华为的主摄还有一个 AI 高清模式啊，拍起来跟拍夜景似的，还是要等半天的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，依旧无法战胜 vivo， 而且锐化很重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看 ，vivo 的原生像素更高，感光器呢，华为就爱什么是什么吧，反正也不影响结果啊。视角呢是华为的更宽广。从实拍上看，华为的曝光稍微欠一些，但是天空的细节保留的更多。视角差距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我觉得华为的更好啊，这都是默认设置啊。华为那边是1300万像素 ，vivo 是1200万像素的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我感觉边角画质华为把控的更好一些啊。再看一组对比，颜色方面，你们更喜欢哪边拍摄的效果呢？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华为这边稍微强一些啊，也许是因为它锐化的原因，因为它的锐化确实更重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啊，没错啊，就是华为的边角画质把控的更好。那说明华为的这颗超广角很不错啊，视角也是它广，而且镜组的光学质量也是它优秀。不过呢 ，vivo 的超广角是有48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华为的超广角是没有高清模式的，那么解析力的差距呢是有的。微距拍摄上，华为是可以用超广角和长焦来拍摄微距的，只不过这2个镜头拍摄微距的颜色差距非常大，
而 vivo 拍摄微距呢，系统默认的是用超广角的数码变焦。这两台手机的拍摄微距啊，尤其在体验方面的差距是比较大的。华为这台手机就是 P60 Pro 啊，它的拍摄微距时的体验是非常好的，无论是超广角还是长焦啊，尤其是这颗长焦镜头在拍摄微距的时候对焦非常好，就算是有风，它的对焦也不会乱晃啊，拍摄时的体验非常好，而且成像也不错。vivo 那边的微距呢，只能说中规中矩。那么在拍摄微距上啊，肯定是华为的表现更优秀。再说中长焦镜头。vivo 是有一颗2倍的中焦镜头的，华为这边呢就没有了。长焦镜头呢，它们俩都是3.5倍的光学镜头，像素呢是 vivo 更高，光圈呢是华为的更大。它们两台手机的中长焦镜头在对焦方面都是没问题的啊，我测试了。那咱们看实拍样片，先看2倍的表现，它们俩呀肯定有一个是偏色的，但是解析力方面啊，虽然说 vivo 是光学镜头，但是解析力呢也不占优势，华为那边的锐化还是太重了。虽然说 vivo 这颗2倍光学镜头有48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但是解析力方面呢，也不是很理想。虽然说比默认模式是强啊，也比华为的解析力更高一些，但是拍照的解析力呢，也不尽人意。现在是3.5倍光学镜头的表现了，他们俩在解析力上呢，还是华为的强一些啊，尤其是 vivo 这个蓝色的图标都拍成黑色了啊，这个有点说不过去。好在呢 vivo 的3.5倍镜头是有64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确实要强于华为，而且颜色呢也正常了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，两边都是3.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。解析力方面，从这组上看啊，就说差不太多吧。那咱们再比一组吧，那毕竟 vivo 是6400万像素的3.5倍镜头嘛。那这组的解析力呢，就说 vivo 稍微强一点点吧，因为华为那边的锐化太重了。前摄自拍这块，两台手机在默认状态下拍出来的照片有点类似啊，虽然说曝光有些不一样，背景颜色有些区别，但是从人物肖像上看呢，属于同一风格的。但是由于曝光不一样啊 ，vivo 那边显得人物的皮肤更白嫩一些啊，看起来更好。前摄录像这块从颜色上看呢，跟前摄自拍的风格挺接近的啊，两边都挺不错，防抖呢也都挺好。vivo 稍微晃一点点，但是肯定不影响直播什么的。哦，对了，上期说了啊 ，P60 Pro 在录像的时候要把这两个选项关了，这样的话你在分享还有导到电脑时，你的录像文件兼容性会更好啊，颜色看起来会正常很多。比如说这次是不是比上回看起来强多了？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中的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。那华为这次的默认镜头呢，是用主摄来拍人像。那么我建议你还是调到长焦啊，因为主摄拍人像有可能会拍出那种大头小身子的感觉。只不过这次华为的长焦在默认模式下拍摄人像，背景虚化有点太猛了。我估计有人喜欢吧，我估计可能也有人不喜欢。那不喜欢的呢，就在拍摄时候调一下虚拟光圈。这两台手机拍摄人像都挺好看的，都挺精致的，是吧？但如果要让我选一个看起来更有质感的，那我还是选 vivo。支出宽容度的表现，这两台手机在这种难度比较低的场景下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的表现都不错。比如说亮部细节，还有暗部细节的保留，还有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啊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这两台手机看起来水平都挺高啊。当然了，这些场景的难度还比较低，难度稍微提高一下，哎，你还别说，华为的表现还真不错啊，暗部能按得下去，而且还有细节。只可惜这个水平啊，它不能保持。那换一个高难度场景，这回亮部细节跟 vivo 比呢，就差了很多了，尤其是主摄的差距啊非常明显。这回华为的暗部倒是能按下去了，但是细节损失太多了。它要是一直能保持暗部能按下去，而且还有细节，那就太好了。夜景拍摄这块，你别看 vivo 现在用的还是自动夜景，但是在我后期的时候 ，vivo 终于升级了，它可以关闭这讨厌的自动夜景了。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一直骂自动夜景啊，反正这厂家就跟孩子一样，不骂它不会成长。从前面几组照片中可以看出来，这两台手机啊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在这种城市照明环境、这种大光比的场景下拍摄还是没有压力的。但是呢，注意看主摄啊，华为的暗部还是可以按得下去，而且还有细节，这点还是不错的。而且在2倍端还有3.5倍端，华为也把这个优点保留了下来。那只不过呢，这两台手机的长焦啊，在极暗环境下拍摄夜景，这个长焦就不工作了啊，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了啊。咱们慢慢往后看，场景的难度开始加大了啊。那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 ，vivo 的亮部表现比华为的强。好在这个场景，华为的2倍跟3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，最起码暗部细节也没有像 vivo 那样偏色。这个场景也是有难度的，这回亮部细节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，是吧 ？vivo 的更强，而且这回2倍跟3.5倍在亮部细节呈现上也是 vivo 的强了。这个标板场景还是很经典的，对吧？亮部跟暗部的差距非常的大，那么亮部细节呈现依然是差距明显啊 ，vivo 强很多。这个场景我发现测试手机的中长焦夜晚的鬼影还是有奇效的。
那么华为那边呢，无论是2倍还是3.5倍，多多少少都能看见一点鬼影啊。那么 vivo 在这方面的控制还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场景亮度还是比较极限的。两台手机主摄跟超广角除了颜色有些不同以外呢，其他的方面还算旗鼓相当。而且从现在开始，两台手机的长焦在拍摄夜景上就不工作了，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那这个场景呢，主摄跟超广角两边颜色有区别了，尤其是超广角啊，华为偏红一些。不过好在呢，细节呈现两边是差不多的。好，祖传神速场景开始打开夜景模式了，因为非常的暗了。两台手机主摄跟超广角水平还是相当的。健身器场所，主摄的细节呈现开始出现了差距 ，vivo 的呈现更好。超广角别看 vivo 那边更亮，但是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。树林小路的场景，主摄的细节呈现差距依然存在 ，vivo 的表现更好。超广角呢，还是谁也甭说谁。祖传神速 Pro 场景那就非常的暗了。虽然说华为主摄的表现已经非常惊人了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是没有悬念的啊，还是 vivo 的好。那超广角嘛，那这么暗的地方，就谁用超广角拍呀？没有开灯的女流氓小象树叶也都长出来了，它现在变成了我们最暗的场景。两台手机的主摄都已经搞不定了，很多朋友都问这个女流氓小象到底在哪儿啊？女流氓到底漂亮不漂亮啊？都想过来以身试法。哎呀，这么危险的地方还是要我一个人扛吧。视频录制依旧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呢，也是这个效果。现在是主摄手持白天走路的防抖表现，防抖两边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解析力、清晰度啊是 vivo 的好。超广角两边的防抖也是非常优秀的，但是解析力呢，我感觉还是 vivo 稍微强一点点。还有啊，再次提醒，用 P60 Pro 录制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两个选项关了，要不然你分享和导出的时候查看视频是有问题的。现在是2倍端录像的表现，两边的防抖还有解析力都挺好。现在是长焦录像的表现 ，vivo 默认3.5倍，华为默认是4倍。虽然说华为那边颜色不好看，但是 vivo 的锐化太难看了吧。现在是10倍录像的表现，华为的颜色还是不好看，但是防抖比 vivo 强，而且 vivo 那边的锐化还是不好看。现在是主摄夜晚走路的表现，清晰度跟防抖它俩相对于白天来说呢都有下降，清晰度呢也都差不多。超广角的表现，华为这边防抖好一些 ，vivo 那边细节呈现更多。公园设计方面我就不多废话了啊，大家就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吧。在屏幕方面呢，从参数上说是 vivo 的更好一些，在实际使用上呢，其实区别不是很大。手机的大小、还有厚度、还有后摄的凸起高度呢，都是 vivo 的更大。那硬件处理速度方面嘛，那还是 vivo 更强一些啊，大家都懂。那下面呢，就来总结一下两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。先说白天，主摄X90 Pro Plus 的更好，超广角跟中长焦它俩各有优势。微距 P60 Pro 的更好，前摄跟人像X90 Pro Plus 的更好，扩张度X90 Pro Plus 稍微强一点，夜景X90 Pro Plus 的更好，录像嘛，两边各有不足。OK， 到结尾了。那看完上面内容呢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